我在瑞丽边境缅甸人的小店里吃到了多种多样的咖喱，和泰国的风味不一样，其中还有一些鲜辣椒做的爆辣咖喱，至今念念不忘。所以斗胆在家模仿看看。牛肉、鸡肉、猪肉、鱼虾都很常用。我今天用的牛肋条，这块肉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瘦的，但不是纯瘦干柴，也有一点筋嘛。把它直接切成块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大，还是再切成2半吧，这样也比较容易煮。配料部分呢，最主要的就是小洋葱、姜、蒜，是不是比泰式咖喱配料好找多了？看我这个巨型独蒜和洋葱都一个个头，还有很辣的新鲜辣椒。我不知道缅甸实际上用的是什么品种，但好像是绿色的，就用这种原始的绿色小米辣，比起红色的假小米辣会更香。还有柠檬一个，可以不加。理论上来说，他们都需要用冲桶冲出汁，但我的冲桶不够大，而且冲这几样东西实在是有点折磨人，就敷衍一下用机器吧。科技改变生活，朋友们，几秒钟就好了，也不用特别细。但不得不说，我怎么还是在流泪？这东西比大洋葱还强劲。干的配料呢，盐、糖或者味精、姜黄粉、咖喱粉。我没有缅甸咖喱粉，所以用的是这个印度的，但应该没关系。缅甸的好像也是类似风格。OK， 万事俱备，可以来腌肉，不焯水直接加料，一点盐，一点点糖，姜黄粉，咖喱粉也是全凭手感，多点少点不要紧。我猜大概到了30克左右，挤差不多半个柠檬汁进去，据说是不会有酸味的，就是去腥增香。刚才冲好的配料加一半进去，如果是做红色的咖喱，还要用辣椒粉上一下颜色。这个容器越看越小，牛肉怎么一切出来就那么多啊？我看有的做法是腌肉只加姜进去，其他的用油炒，也有全部加进去一起下锅炒的，所以我就在这儿折中了一下，这样就全部好处都获得。OK， 腌制半小时，准备开始炒。据说缅甸咖喱的一大特色就是油多，把剩下的半碗配料下锅，隔着油烟机都能闻到剧烈味道，简直就像在炒一种火锅底料。其实姜蒜洋葱是绝大多数咖喱的基础，不用冲这些新鲜料的话，这个菜做起来就简直太容易了。但这种咖喱粉是做不出来这种风味的。把它们都炒香，腌制好的牛肉下锅，继续炒一会儿。妈呀，感觉油都不够了，我再加点吧。要把肉和洋葱的水分炒干，现在看上去都是清澈的油了，此时可以加水。如果是做虾之类的，就没必要加水炖了。这水壶还在这漏水。朋友们，我水加多了，牛肉倒是已经差不多炖软，现在开着盖大火收汁。缅甸咖喱是泡在油里面的感觉，所以要几乎把所有的水分都收干，已经可以想象到有多浓郁了吧。这类型的咖喱好像都不加蔬菜，所以我又拌了一个莲藕鸡血草。鸡血草也是边境经常吃的菜，名字好听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很好吃。唯一的缺点是洗起来有点麻烦，它每个关节都会长根，纠缠在一起，搅拌也要用个盆。好吃。这边已经是岩浆喷发了，做这种菜灶台肯定是要遭殃的，不要烫到自己就好。锅里已经从煮又开始变成炒了，你们看看，最后就是这种油汪汪的状态，看长相是成功了，盛出来放嘴里试试，我简直太饿了。是非常好吃的咖喱，非常浓郁，只有油没有水，虽然没有汤汁，但充满料渣。只是我做的好像不够重口味耶，咋说呢？好像少了一种很冲的孜然味，还少了某种方便面味。也许咖喱粉有点不一样，或者是没加味精。然后是不够爆辣，虽然我觉得我已经加了很多小米辣，而且它也很辣，但还是不够狠，没有烧舌头的辣。不过我看他们都配一大盘米饭吃，可能确实是为了更下饭。如果不做对比，单独评价，这个咖喱真的很好吃，比普通的咖喱要浓郁，但香料味又不会很怪，又很辣，底下全都是透明的油，太香了。关键是这种咖喱根本买不到，至少我这儿买不到。朋友们，我吃早餐的时候把咖喱牛肉加到烤过的花卷上，甚至还是花椒花卷，
真的比配米饭还香还好吃，强强联合，推荐。